说车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毛安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 UV 独角兽艺术工作室新出品的超系列第二弹 PG 独角兽水用灯组。本款产品分为多个颜色，并且有多种配置可以选择。音响部分这一次是备选的配件，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相对于第一弹，这一次主打的是超高亮度的体现，这次的盒子也确实不小，并且内部的灯组排布也会更正式一些。我手中的这一款为全配置灯组，属于是最贵也是东西最多的那一档。第一包里包括单次灯组这一次新制作的遥控器，此外为了这次大功率的灯组，配置在电源部分也是进行了重新的制作，也加入了散热风扇。这一次也有提供单独的电源适配器，除了这个供电方式之外，还支持 Type-C 的供电。另外一包是用来修件的导盲棒，还有可以选择的电池盒，这一次是需要8枚5号电池进行供电。这一包里面包括音响配件，和之前 PG 能天使灯组是相似的配置，都包括底座、附带音乐的储存卡以及立牌，但是这一次的立牌是换成了独角兽的 NTD 模式。最后一包就是主要的灯组部分，主体灯组还是以万代 PG 独角兽系列灯组为基础进行制作，然后添加一些新规的灯片，剩下的还有一些武器部分的灯组，我们一会儿来看。本期视频我是以大班 PG 神圣完美独角兽为基础进行制作，工作量也确实不小。同时这里提一嘴，由于大班本身零件材质一般，厚度也没有万代的好，即便是在有漆面的情况下，也会有大量透光的情况。图便宜的话，就需要自己在以上我展现出来的部分零件背面进行填补遮光的操作了。为了评测方便，我们先从完美独角兽开始。灯组完全安装以后，裸露在外面的并不是特别多，主要都集中在了后面。两个主电源线可以隐藏在支架的缝隙里边，这里我偷懒了。不过这个连接板只能放在这里。按照 UV 当前版本的说明书，在制作炮爪的时候会裸露一部分线缆，在这些部分我个人有一点看法，一会儿再谈。以毁灭模式为基准，可以看到整体的亮度是非常的可观。这一次 UV 在灯组的开启方式也是做了一些微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打开开关，整个灯组全部亮起来的状态，而是渐变开启的状态，效果也会更好。并且个人感觉冰川蓝这个颜色配完美独角兽也确实更好看一些。在原本万代 PG 独角兽灯组的基础上， UV 在头部是添加了监视器的灯组，但是这个零件涉及到需要针对头部内侧透明件进行修改，所以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胸部添加了向下的灯带，原本灯组只能照亮上方侧面，这一次腰部透明件和胸部下方也是被一起点亮，但是大班透明件的导光效果会比较一般，下端透明件在最暗的状态下光线并不是特别明显，如果将亮度调到最大，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背包灯组主要更改的部分就是添加喷口的发光灯带，并且提供了云光零件和适合片添加细节。不过这个云光零件和大班的匹配度会有一些误差，只能安装到喷口边缘。按照 UA 给出的数据参考，万代的云光零件还能再往里安装一点，不过不太影响。同时注意的是，这个部分的黑色双面胶不要粘太多，不然不好清理。除了背包喷口，还有后肩甲和小腿的喷口也都有提供相同的发光效果。松毛的灯组布置还可以，都是从底端侧面发光，这样的好处就是在透明件正面不明显，但是比较考验透明件的质量。导光性差一些的话，这个部分就会呈现点光源的状态。我在考虑，如果这个部分做成一长串的灯带，或者是有那种长一点的鱼漂灯，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肩甲灯组和原本的配置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部分能再添加一些灯带会更好。比较可惜的是，上臂这里的透明件依旧是没有发光组件，手臂也是常规表现，这个部分的效果要比肩甲好很多。手部武器处理，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炮的灯组配置在两头，开灯以后没有点光源的缺点，但是线缆的部分处理我没有想到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放在这里了。爪的部分如果按照当前 UV 给的说明书进行安装，会有灯带和线缆裸露在外，效果不是太好。这个部分我稍作修改，让灯带和线缆的位置更合理了一些。首先根据说明书的指示，把这个部分的灯组安装好，然后根部这里我稍作修改。当前状态是按照说明书的做法进行安装，直接在后面开了一个口用来走线。考虑到灯片是可以进行弯折的，所以这个部分只需要在下方的零件开一个口，就可以在不破坏外观的基础上进行走线。后方的线缆按照说明书上是直接接到电源板上，这样裸露的会比较多，所以我稍作修改，使用模型内部提供的锉刀，在这个零件的部分开一个线槽，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包裹线缆。同时线缆的头正好可以从白色零件的孔位穿出去，线的长度也是比较够的，这是这个部分我个人的一个修改方案。
另外一侧的爪子也更简单，按照原本思路是需要把灯带翻折到外面，而内部空间也正好够用，所以需要先针对白色零件内部的凸起进行消除，然后把灯带弯折在柱形卡榫两侧就可以了。这样正面就不会保留原本的灯带，也不用开口。这个时候需要针对蓝色透明件根部的这个凸起进行消除，另外一侧的白色零件正好也给它整一个口，留够走线的尺寸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部分正好会被关节挡住，所以算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最后汇集在的机械板上，这个部分的造型设计是为了正好贴在手臂正面的这个零件，但是爪子不像炮有零件遮挡，所以这个部分我将手臂内部的透明件凸起给它削掉，白色零件内部的卡榫削掉，只保留下端卡榫，这样内部的空间也就足够能够收纳线缆了。最后一排卡榫的固定效果也还是够用，手臂部分的灯组就介绍完成了。胯部、腿部除了添加喷口灯组以外，剩下的部分和腕带的设计是保持了一致，但是灯光亮度要更好一些。单论全甲，大邦的导光效果确实比较一般，脚掌部的透明件也没有办法发光，算是一个比较可惜的点。剩下带灯组的部分就是盾牌了，从正面看不到灯珠的配置，不过背面会有一些线缆，想要好一点的话，也可以使用绕线管给它处理一下。盾牌开灯以后也是很漂亮的状态，同时 UA 的音响做的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和之前能天使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面板以及内存卡里边的音乐，收录了包括《机动战士高达 UC》和《机动战士高达 NT》两部作品的部分经典 BGM 和经典场景台词。除了使用遥控器操控以外，还可以使用手机 APP 连接蓝牙进行操作。这一款 UA 的独角兽单色灯组基本上就介绍完成了。由于更改部分灯组的结构，所以需要小修一些零件，但是整体的操作其实并不难，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是非常棒。其他的我感觉就不用再去过多的赘述了，简单听两首 BGM 来结束这一期的视频吧。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またバラバラ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ろ。嫌だよ。僕も連れてってよ。意味ない。苦しいこと、悲しいこと。俺もお前もまだこの世界でやる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はずだろ。必ず連れ戻してやる。バンシー！